这位清纯又撩人的妹子名叫日向葵，她的竹马如月君一直默默地暗恋着她。可如月的春心在某天消逝，因为可爱的青梅并不喜欢自己，喜欢的是自己的哥哥小桑和阴暗逼的自己。完全不同的阳光大帅哥，这残酷的事实让如月大受打击。他试着放下这段难忘的初恋，自我安慰不该强求爱情，可那失望和挫败感像影子一样跟着他。更糟的是，他竟成了帮小葵和哥哥牵线的人，他在帮他们追求他们的幸福。痛太痛了！如月的心河大街上，12月的栏杆一样冰。就在如月以为这是人生最痛一击时，意外出现了。作为人气角色的秋野樱学姐成了学生会主席，她也盯上了如月的哥哥。得知这件事的如月心乱如麻，这下彻底完了，又要掺和进新的情感漩涡。学姐的魅力和深情眼神让如月有点沉迷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她竟成了小樱的约会对象，幻想和学姐的甜蜜时光。那晚，如月可算有了些安慰，但幸福总是短暂。两人在街边散步时，学姐忽然停了下来，深情地看着如月，告诉她自己一直默默喜欢着她的哥哥。如月心里直了，学姐的话让如月两眼一黑，果然又来了。她也只是想让如月帮忙，给自己和他哥牵个红线。如月此时如坠冰窟，有个人气老哥真不是件好事儿。可是在学姐那含羞带怯的眼神前，感觉自己就像是别人爱情故事里的配角，就像是生活里的一个小小螺丝钉，没地方能真正立足，心里头就跟陷进一片迷雾里一样，像是丢失了人生的航向。小葵周末路叫他出去玩，面对这个儿时玩伴的熟悉笑脸，本以为能找到点温暖，却没料到他也跟他坦白了对他哥哥的喜欢，心情就彻底垮了。两个他暗恋的姑娘都想让他帮忙牵线搭桥，他自己却更陷进深沼。回家之后，终于忍不住爆发了，不只是仰慕的学姐，连暗恋的青梅竹马都偏偏喜欢上了他的哥哥，这不是变相逼他单身吗？忽然之间，他想通了，两女追一男的局面，说不定他真有机会捡漏。心里这么一盘算，就决定先帮一把。小葵像往常一样亲热地跟他打招呼，这一回他嘴上笑着，心里可是恨得牙痒痒。毕竟这女人啊，一气之下，他想起昨晚的打算，就跟他说学生会的小樱也喜欢小桑。小葵倒没感到什么意外，因为他早就看出来了，小樱对小桑有意思，他也是希望他帮个忙。如月不以为然，说着会两面助手，不过他已经给小葵谋划好了。小葵高兴地扑进他怀里，他却只觉得浑身不自在。为了让小葵在小桑心里，故意没跟他一起去学校，再让小葵巧遇加入，本想营造一个二人世界，可紧张的小葵全弄砸了。还好他临场发挥，找借口说学生会有事。这位学生会的姑娘更是让他心火直冒，毕竟被这样风情万种的学姐耍着感情。如约也跟他坦白了。还有个木向葵这个竞争对手，说起要帮他靠近小桑，小樱竟然握手感谢，这让如月心里那个窝囊。毕竟小樱跟小桑还没啥交集，两人见面都尬得一批。本来打算让他们慢慢熟络，结果小樱上来就说想和小桑做朋友。小桑那迷茫的小眼神，小樱只好求助，眼泪汪汪地看着如月。如月一番花言巧语，终于也算是撮合成了朋友。心累的如月打算图书馆清静清静，哪料宾客不请自来。三色堇那土里土气的图书委员，如月对他可真没啥兴趣，就想着怎么拒人于千里之外。人家突然一五一十说出他的助攻事迹，如月心里那个慌啊！原来这文静书正贵的妹子，其实也是个神隐高手。他时时刻刻盯着如月，如月正想溜之大吉，正想逃跑呢。更吓人的是，图书馆里突然出现了一张长椅，命运长椅仿佛咒语作祟。三色堇也来劝他坐下聊聊，妹子也说有心仪之人。如月心想，最好他喜欢的是小桑，因为可别让这眼神怪异的女生迷上自己。随着三色堇一步步靠近，如月全身都开始哆嗦。至于那边也是让他快崩溃，他连想都没想就拒绝了。但三色堇不是非要和他交往，他对他的执念可真够深的。他也不会逼人，只想午休时陪他聊聊天而已。月向葵掏出电影票来，如月还以为青梅竹马是想一起去看电影，谁知人家只是想让他叫哥哥一起。吃醋的他差点没拒绝，但月向葵明显懂他，轻轻一撒娇就把他搞定了。再来个近距离软磨硬泡，如月彻底就投降了。结果他只能硬着头皮答应了。于是他就跟小桑说自己捡到了2张电影票。小桑以为是他想一起看电影，如月赶紧边说自己看过了，
还没等他说完，小葵就兴冲冲跑了过来。小桑误会想要一张票，如月傻眼不知咋办，还好他机智的狡辩，最后两人都同意去看片。可学生会学姐更霸道，小英想跟小桑共享便当，只得求如月帮忙撮合。面对学姐的甜言蜜语，他又安排兄弟小桑出来。小英在走廊等了好久，他紧张的把事闹砸。如月建议一块吃饭解决，同小英待在一起时，他突然表情僵硬。如月急忙撒谎说自己有事，毕竟不能找人家谈恋爱，对如月来说这简直是折磨。他转头去了图书室，有个眼镜妹已经等好久。三色堇是个土气图书委员，如月没想到青梅竹马和学姐都不中意，还被一土妞看上。他还知道他的小秘密，三色堇以此要挟如月，每天中午找他聊天。他的亲近让如月挡不住。聊天时，三色堇发现了如月一直在帮小英追小桑，但他忘了最关键的，如果小桑早就有心上人怎么办？三色堇的话让他醒悟，下午他就去问小桑，他有没有喜欢的人。小桑脸红心跳，愿意分享秘密给如月。两个人刚出门，看到长椅，如月吓一跳。这是蜜月的长椅，一坐就准备好事发生。如月不由得幻想，长椅突出现，难道小桑喜欢的是那位？果然，小桑叫如月坐他旁边。这一出戏他看了无数遍。小桑脸红得像个西红柿，就要吐露心里那个人的名字。那一刻，他巴不得兄弟心里想的人是他，而不是他脑海里那个人。听得这个他泪崩了，怪不得是喜欢他的眼镜妹啊！小桑对三色堇动心，完全是因为那场去年的棒球赛输球后，三色堇来安慰他。更疯狂的是，自己居然要给他们牵线，他二话没说就拒了，觉得自己肯定选了。面对兄弟的千方百计，他虽说跟三色堇不熟，但还是想兄弟好。他决定去找三色堇，三色堇乐坏了，以为他终于愿意跟他交往了，谁知道他是来推销小桑。这话一出，三色堇心都碎了。他说他心里只有他，也就是他如月，但他觉得眼镜妹真不行，少女的真心他看在眼里。他还在那夸小桑有多完美，三色堇怒了，直接打断他，引得旁人都看过来了，气氛正尴尬。小桑一出现，更是雪上加霜。小桑看他俩卿卿我我的样子，以为他们真有一腿，他不知道怎么向吃醋的兄弟解释。三色堇找来的借口帮他摆脱了围堵。临走前，三色堇还说他和他没啥好关系，小桑这才松了口气。如月却搞不懂他为啥帮忙。之后三色堇对他冷淡多了，他翻看以前和三色堇的聊天，发现是他一直在贴上，自己却总是冷冰冰的。突然小英与他见面，第二天远远的他就感觉到了那股子怨念。原来小桑居然希望小英给他和三色堇搭线，这事儿已经搞了好多天了，别人的心里早就住了别人。小英怪他怎么不早点说清楚。如月不开金口，其实是怕的就是弄伤了两边人。少女的心都碎了，不想听他的任何解释。结果他和学姐的关系直接崩了，如月还猛着呢。然后小葵也约他出来，如月感觉这一幕好像在哪见过。果不其然，小葵也被小桑给拒了。他也怪如月不早点和他说实话，一哭二闹的像极了小英。这下连青梅竹马也和他没辙了，一下子丢了两个要好的人。如月真是哑口无言了。如月以为只有老哥会还搭理他。这时候三色堇就叫他去图书馆。三色堇这跟踪狂真是连如月和秋野樱翻眼的事都知道。随着三色堇话越来越过分，如月怒了，快步逼近他。突然图书馆的门开了，其他三个人突然出现了，这是三色堇安排的。这丑女眼镜妹是咱班土鳖公认的，但那厚实的眼镜后面其实藏着超凡的美貌，平时也是裹得紧紧的。在真相大白前，如月整天都挺烦的，被班里的丑女追，自己天天忙着给学姐和竹马打工，到头来一个都没追上，还把所有错都怪他。这下如月终于醒悟了，学姐和青梅竹马算得上，因为他拼了命帮他们治小桑，结果人家只把他当工具人，用完即丢。话一出口，如月相当于和秋野樱两人说拜拜了。他觉得向老哥小桑解释下，大家就又是一家人了。忽然三色堇大嗓门问如月，他为啥还要帮秋野樱俩追小桑，又为啥要把自己推给小桑？如月满肚子口水说不出来。小桑一听，直直问如月，这是真的吗？瞬间如月变成众矢之的，兄弟小桑气得直接一拳过去，将如月做飞劳然。最终如月被安上了玩弄少女感情，但他明明什么都没做错，
而图书馆那一幕恰巧被人看到，至此如月成了被所有人孤立的对象，小樱更是将他开除了学生会。突然三色井发来消息，他在图书馆。如月虽然很讨厌这个丑女眼镜妹，但也在午休时如约而至。对方奇怪的让如月帮忙找书，这时突然来了个不速之客。小桑的到来让如月惊慌失措，如果再让他误会就完蛋了。而小桑每天中午都会来找三色井，并且路过的向其表明爱意。在墙后的如月也在默默为兄弟加油。三色井小鸟依人的想问小桑一件事，这瞬间让小桑兴奋不已。三色井的话如同晴天霹雳，见小桑还要装傻，三色井便将他陷害如月的罪行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。对方的了解程度让小桑冷汗直流。原来他认为小桑不可能没察觉出小樱二人的爱意，之所以他装作没注意，是想利用这份感情从而陷害如月。只要秋野樱二人和如月的关系产生裂缝，他就能夺走如月的一切。锋利的话语击穿了小桑的防线，而如月拒绝帮他追三色井，更是让其恼羞成怒，从而开始了一系列的复仇。如月回想起之前小桑的种种行为，尽管难以置信，但一切都说得通。紧张的小桑变相的承认了这一切。那天三色井可是将如月给出卖了，而三色井只是装作是如月的敌人，这样才能让小桑放松戒备。如月都不敢相信被这样一个怪物喜欢上了。在三色井的一声声质问下，小桑终于说出了陷害兄弟的缘由。原来中学时小桑同样被喜欢的女孩子拒绝了，对方很喜欢如月，所以便让身为如月兄弟的他撮合一下2年半的暗恋为啥落在我头上，决心要让我尝尝什么叫报应。小桑心里那个痛啊，竟然也对我动心了。小桑没搞懂，他才是那个笑话。一气之下露出了真面目，骂咱们活该。我倒是听得清清楚楚。小桑气急败坏的嘴脸玩弄了秋野和我的心，反让我痛上加痛。小桑突然来了的180大转变，逼问三色井何时倒向了我这边，把小桑整懵了。他是怎么开始喜欢上我的？还是在那场棒球赛呢？我这心都快跳出来了。那时只记得被个美女搭讪，那位美女就是三色井，打算对她动手动脚。图书馆里又没别人，三色井也没打算跑，甚至冲我这围了眼，会突然冒出来。小桑吓得直哆嗦，我火冒三丈，抓起他的衣，最看不惯别人欺负女孩子。办感情这事儿，小桑比我高那么一截，劝着说话不腰疼，叫小桑别伤人心的道理，让他向小樱道歉去。小桑一走，三色井又粘我粘得紧，我顶不住转身就走，谁知我一走还有2人偷听着的呢。第二天一无所知的我，小樱在守着我鞋柜，我淡淡一句学姐不但不火大，反而说声抱歉就走了。小葵也特别的不让人乱碰我的位置。更离谱的是，小桑竟当众下跪，我的名声一下子清白了。突然三色井问我想不想弄清楚小桑为啥喜欢我。少女慢慢的解开衣扣，如月立刻扭过头，第一眼居然瞧见的是个不起眼的姑娘，胸前的纽扣一颗接一颗落下，眼前出现的是个曼妙的美女。如月这才震惊地回忆起，三色井正是去年那场棒球赛上向他搭讪的少女。知道了真相的如月倔强地答应每天都来图书馆。不等如月反应过来，三色井突然吻了上去，出其不意的吻让如月手足无措。眼前这个女孩让他又喜欢又让他感到烦恼，让他烦的是她的内在。这女人明明长得美，身材也好，却总是裹得严严实实，还用厚重的眼镜遮住了美貌。即便如月知道她真正的模样，但面对这副不起眼的打扮的三色井，她还是觉得有点反感。如月就委婉地暗示她展现真正的自己。面对心上人的请求，少女害羞地合上了眼睛，放下了为她准备的蛋糕，然后慢慢站起来，看着三色井拨弄着裙摆。如月的眼睛都快要瞪出来了。突然他把脚一敲，踩在了凳子上，如月顿时一脸茫然。原来三色井想用这种方式犒劳他，而如月却偏偏要他露出身材。三色井没想到他这么固执，面对如月的软磨硬泡，三色井说他隐藏真面目是有迫不得已的理由。原来三色井故意弄得那么妥，目的就是想让如月反感。如果如月继续逃避，他和那3个人的友情就永远无法修复。三色井这话让如月很好奇，如果他能和小樱和好，那不就多了一个情敌？但三色井确实是为他好，他不想看到如月以后的学校生活孤单一人，所以才力劝如月。他认为朋友多点总是好的，这话从三色井口中说出来挺不寻常。
因为如月知道他通常都是独来独往，于是他反过来劝三色堇也要多交朋友，顺便还吃了他做的蛋糕。三色堇看起来有点感动，谁知道小樱早已在暗地里盯着如月。如月原本打算先给小葵搭话和好，这时教室的议会忽然喊住了他，他是来做个调查，关于即将到来的校园节庆活动的参与者，结果被选中的男生就能和3个女生轮流跳，这个巧合好像专门为如月设置的。这时如月瞥见了旁边的小葵，心里想，这不是和好的绝佳机会吗？可一走近，小葵看到他就像见鬼了似的，然后转身就跑。如月赶紧跟上，小葵一滑倒在地上，疼得直叫。如月这回总算是追上了，看着对方还想跑，如月赶紧抓住了他。原来他觉得没脸见如月，毕竟作为如月的青梅竹马，这一点都不信任他。两人的争吵就像以前一样，小葵也想和如月和解，他只是不知道怎么开口。对视了2分半钟之后，如月终于开口说和吧，而小葵早就等着这句话了，他兴奋的都差点站不稳，差点就栽倒了。没想到小葵反而紧紧抱住了如月，和小葵和好了。如月脸上露出了笑容，他们俩的关系进展的这么顺利，也让小樱看到了希望。然后如月又把小桑叫到一边，以前是好兄弟，现在因为小桑的背叛就像陌生人。小桑拒绝和好，但小葵挡住了他的去路。如月本来都想放弃了，但又想起三色堇说的那番话，最后如月决定放下自尊。在2人的死缠烂打下，小桑终于向如月真心道歉，他们也就这样和好了。这一幕小樱头看得更有底气了。下课铃一响，如月急匆匆找三色堇分新进展。三色堇其实早就看穿他的小心思，他是希望三色堇给小葵补课，可他又怕小桑之前的事让三色堇不爽。三色堇说行，不过得有条件，条件是让如月陪他出去玩。三色堇完全没理如月的不情愿，还提醒他是不是忘了谁了。如月哪记得还有小樱。小樱听了心里那个急啊，心情激动的头发都要抓狂了。如月跟议会说话的时候，一股冷风让他打了个寒战，那冷气全是角落里小樱发出来的。这时如月才想起还有个学姐没处理好。如月在楼梯口终于追上了她，小樱一边哭一边埋怨如月，明明她最想和如月和好，她为此可是下了不少功夫，还对着假人练习了无数遍。如月没想到他会这么夸张，看着学姐的误会越陷越深。如月急忙解释是因为太重要才最后，加上他的一席话，小樱总算是软了心。如月带着3人找到三色堇，小桑也为之前的事情道了歉，慢慢都朝好的方向发展了。学习会也顺顺利利。傍晚时分，3个女生走在前头，如月和小桑跟在后面。经历了那么多事，3个女生对如月亲昵了不少，对小桑就故意疏远。如月看着这一切，心里美滋滋，这正中她的下怀。这样下去，她的美好生活指日可待。如月满怀期待她的爱情大道，哪知道前方其实是险滩。如月真是挺惨的，之前那些暗恋和爱慕的女生都先喜欢上了她的哥们，后来发现如月的好，反而开始追着她跑。高冷学姐突然变热情，让她措手不及。青梅竹马现在比以前亲近的多了，再加上那个曾经向她告白的眼睛妹，如月现在就像是恋爱小说里的主角一样，被3个人喜欢。她原本以为自己的幸福生活就要开始了，然后突然有个少女叫住了她，一跪想要单独与如月出去。看着面前这个羞涩的少女，如月马上就反应过来了，看来桃花运来的不是一般的旺，防也挡不住。2人来到了屋顶的平台上，紧张的捏着裙摆。他接着就大声说，他一直都在注意如月。听到这话，如月乐开了花，看样子表白已经摆上钉钉了，但站着说话又越疼。他提议找个地方坐下来聊。如月吓了一跳，只见一把精致的长椅突然出现。屋顶怎么会有长椅啊？这是命中注定的长椅吗？过去那些反转大戏历历在目，如月一坐下去肯定又没好事。果不其然，议会包请如月坐在他旁边。如月显然很不愿意，少女像是在表白似的，她都快把这套话听烂了。如月装作很镇定，觉得这次可能真的就是单纯的表白。衣柜这时也靠了过来，如月一脸懵逼，原来衣柜发现了如月心里的犹豫，明明都还没确定呢。如月自己也搞不清楚是怎么露馅的。衣柜是在去年棒球赛的时候发现如月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所以一直在暗中调查她。衣柜看如月不承认，还投出了之前偷拍的证据，可如月明明什么都还没做呢。这么一来真是冤大头啊。为了揭发如月的所作所为，衣柜甚至把这事做成了报纸头条。报纸上除了如月的脸，3名女主都没露面，
看如月急着辩解，易贵决定暂时信他一回，但是他要求对如月进行深入采访，以此来验证他的清白。报纸的头条可不是那么容易上的，要是真的有这回事，如月的名声可就完了。正好被这狗仔队盯上，如月决定先把恋爱主角这茬搁一边。没想到小樱学姐正眼巴巴等着他，如月心里直打鼓，哪有这么巧，非得这时候来找他呢？衣柜在一边偷偷记着笔记。小樱找如月，原因是即将到来的校园季，要搞个一男多女的舞蹈，抽签抽到了如月。听说跳完舞，如月得跟3个女生中的一个确定关系。如月本来就想拒绝，可能美人学姐说是因为有她才参加的，如月都不知道该怎么拒绝了。小樱一把抓住如月的手，给她加油鼓劲，这手感真不错。如月乐了，等她回过神来，发现衣柜正记录着她的每一个动作。如月让那3个人暂时别来找她，可这3个人已经离不开她了，软磨硬泡的。如月说报纸一出，他们也遭殃，他们宁可被误会是他女朋友，也心甘情愿。如月心里那个乐呵啊！小樱忽然说要带她去见校舞会的最后一个女主角，如月这会儿最怕就是跟他们混一块，小樱就开始低声低气的撒娇。如月终于还是答应了小樱。放学后，衣柜紧跟不舍，如月早预料到这一招，让小樱配合他。就为了洗清自己花心的名声，只要小樱在衣柜面前对他严厉些。而谁知道对方演的那叫一个僵硬。小樱带着如月找到了最后一个女主，那女主一看如月，吓得往后直跳。原来如月的误会在低年级还有影子，那女主因误解如月，直接退出校舞会，结果位置空出来了，如月犯了难。好消息是，经过这么一番近距离接触，衣柜对如月的看法有了些许改观，暂时还不会把报纸发出去，但也得继续紧盯着如月做采访。听说舞会那边少个人，衣柜心里躁动，想要自告奋勇，可秋野樱发消息说人已经找好。知道这个的妹子显然心里挺失落，结果那人竟然是如月。头皮发麻，不是说好的一男带3女吗？原来秋野樱动用了学生会长的熟人网络，这下事情算是定了。气氛突然之间变得不一样了，大伙儿开始认真排练舞步，挑选舞会服饰也是慎之又慎，衣柜最后的疑虑也就这么没了。第2天如月一到座位就被女生们堵个正着，她们一开口就是痛批如月，然后一张报纸重重拍在桌子上。如月没想到报纸真的发出去了，女生们正准备开骂的时候，学生会长秋野樱突然杀出来，他是特地来帮如月说话的。可他越解释越觉得自己说的奇怪，众人都开始疑心了，难不成他也是如月那波女的一员？就看着场面不对劲，衣柜突然也冒了出来，他开始向大家说明情况，这篇新闻是误会一场，真相还没得到证实。衣柜既然是新闻社的人，大伙决定还是信他的。女生们狠话说完就走了。衣柜一直在给如月道歉，因为自己的失误给如月造成了不小的麻烦。衣柜立马把所有报纸都收回去，但事情还在继续发酵。秋野告诉如月，最近还是远离那3个人为妙，舞会练习也就暂停了。放学后，衣柜想帮忙澄清误会，不料却听说如月因为这茬没法练舞了。衣柜提出要做如月的舞伴，也算是补偿自己的过失，如月也就接受了他的好意。没想到倒霉事也能变成好事，夕阳下两人开始了亲密的双人舞，一场半真半假的恋爱。暧昧的另一半小樱却偷偷目睹了这一切，那种特别想独占的追求者感觉会是啥样？想成为如月女友的决心，甚至不惜捏造丑闻陷害如月，只需要让如月被孤立，衣柜就能把如月据为己有。如月对他的好感自然就会翻倍，差点就把如月搞定了。但追如月的不止他一人，小樱察觉到了这点。本来如月舞会的女搭档都选好了，然后有家长闹到校长办公室，最后变成了2男2女，小桑就这样被迫退出了。正好又需要一个女生，不管怎样，衣柜看起来最适合。如月极力求情，衣柜没立刻答应，然后他上演了一出欲擒故纵，不仅实现了和如月跳舞的愿望，还赢得了对方的感激泪水。却没料到小樱突然介入，他好像早料到了事情的走向。小樱以学生会长身份提出单独和衣柜谈谈，但衣柜坚持要如月在场，这下他的爱情梦碎了。小樱开口的第一句就是禁止衣柜参加舞会。面对逼人的小樱，衣柜坚决不放弃和如月共舞，气氛顿时火药味十足。
如月一下子吓坏了。小英虽然势大力沉，但易贵是新闻社的人，不怕他，回头就把学生会长的恶行爆出来。小英却视若无睹，这话让易贵不寒而栗。如月对小英的表情一头雾水，原来如月以前的放荡形象全是一场精心设计，目的是让如月被众人孤立。他名义上是采访帮忙，实际是为了靠近如月，抓住机会跟如月走得更近。他还在低年级散播如月是渣男的流言，目的是让如月的原舞伴退出。他可趁着这机会悄悄滑进去，那话尖的就像刀片一样。石一贵一下子汗如雨下，但他就是死活不认账，直到小英掏出了那活生生的证据，正是那天如月被设套的证据。新闻社的班表被人偷偷改了，小英手里还暗藏着视频证据。今儿这起闹事的家长也是易贵一手操控的。在这种压力山大之下，易贵终于松口认了，他干这事儿也不过是为了接近如月，毕竟谁都说舞会那3个人总会有一个能和如月走到一起。如月想都不敢想易贵会背叛他，他还挺认真的说是自己邀请人家的。在被孤立的那周里，每天练舞的人也就他一个。如月这才恍惚醒悟，少女这会儿揭开遮羞布，她眼里只有独占如月的念头，和小英他们3个总是横在中间搅局。这时候易贵开始说起他喜欢如月的那一刻，原来是去年棒球赛的时候，路过的如月挺身而出，帮他挡下了棒球。那瞬间他心里就荡起了涟漪。如月当时只想去搭讪的漂亮的女孩子，这在少女心里就这么当着邱野英的面对如月深情表白，他就想如月只对他一个人好。如月却头脑冷静的给了拒绝，他视而不见少女的泪水。虽然这一切都是因为如月，但他以前把人逼到绝境也是真，这还牵连到了小英他们几个。如月气得一巴掌拍下去，嘴里一个好字都没，他们之间是没戏了。就这样一队人率先淘汰，他心里愧疚的要命，说要搞一份澄清的报纸。这虽然解气，舞会的人选又少了一个。小英让他别操心，还带着坏笑说有备无患。这位神秘的少女一亮相，如月看的都傻眼了。晚上校园舞会如期举行，如月的第一个舞伴是他青梅竹马小葵，两人在全校人前翩翩起舞。突然小葵就问如月心里有没有那个人，如月一时语塞，只好摇头说没这回事。而小葵也温柔的回应说他也单身。第二位舞伴上场，如月脸红到不行，小英就站在那儿打扮的花枝招展，如月一把握紧了她的手，一弯腰间，小英脸上飞起了红云。他俩跳起舞来绚丽极了，就像屏幕里那对热恋的主人公。小英和如月在舞池中心翩翩起舞。这时易贵还在那写澄清声明，心碎了。小英那学校里的冰山美人和如月同台舞蹈，这得让多少男生羡慕嫉妒恨啊！小英还跟如月开口要奖励，灯光一暗，小英就偷偷亲了如月一口，亲完就脸红的往台下跑。如月还没回过神来呢，第3位舞伴已经慢悠悠上场，她就是摘下伪装的眼镜妹三色姐。如月看得目瞪口呆，两人就熟络的抱在了一起。随着音乐慢慢起舞了，开始就喜欢如月的他没有像前面2位那样急躁，只是和如月舞蹈的时刻享受每一秒。三色姐心里明白，如月之前带其他人来图书馆是想让孤单的他多认识朋友，这份心意三色姐很感激。就在一阵阵掌声中，学校舞会也完美落幕。这家伙真是太幸运了，竟然让4个美少女为他争风吃醋，甚至把如月每天的闲暇时光都给分配的明明白白。如月原本已经习惯这样的生活了，哪知命运又给他来了个新姑娘。这姑娘上来就给了如月一个吻，如月一时都傻眼了，这还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呢。可他看起来一点也不在乎，原来他是杨木，今天才转来的学生，他来这里也是冲着如月的。如月这才恍然大悟，她就是去年棒球赛卖炸鸡的那个女孩。可他一来就对如月展开了攻势，如月心里担忧，不知道其他几个会不会心里不舒服。果然如月早有预感，一会眼里全是愤恨的写下了他的花言巧语，则满脸坏笑，打算告诉徐姐和三色姐。如月忍不住流下了苦涩的泪水。杨木越来越大胆的对如月出击，他说自己愿意听如月差遣。这话不光如月傻眼，周围人都觉得不可思议。面对这可爱少女的激烈追求，如月还是无奈的拒绝了，毕竟他的心里还有个戴眼镜的女孩。不一会儿就到了上课时间，杨木不在意周围的目光，表白完才肯走。害羞的如月很快清醒了，她冷静的分析，转想到少女无私为自己服务，
突然意识到世界上哪有那么好的事，这个转校生肯定别有用心。如月心想，一定得揭露他的真面目，但他哑口无言的是，这个女人总装得一脸天真。杨木还特意用轻易的称呼拉近关系，如月没辙，只能败下阵来。但如月越来越吃定。突然，杨木一把拉住了如月的手，近到能感受到少女的呼吸，而一切就因为一块香蕉皮，身体贴得这么近，如月心里美滋滋。如月一时间陷进去了，不过她很快反应过来，从温柔乡里逃了出来。杨木接着邀如月一起吃午饭，如月表面上答应了，心里还是小心翼翼的。他看他迟迟不露真面目，如月索性直接问他有没有啥想请他帮忙的。杨木果然沉吟了一会儿。如月本来就习惯了被女人利用，他觉得这一次也不会例外。少女的纯真笑容让如月眼睛一阵刺痛，好像她就是天使一样让她沉醉。这回如月信了，世上真的有这么好的女孩。到了中午，如月就带杨木去见了他的朋友们。三色锦他们似乎也习惯了新人的加入，日向葵就忙着扒饭，便当摆他旁边等着呢，可周围人多，不好意思递过去。终于鼓足勇气，杨木已经送出去了。小英吓了一大跳，如月手都没稳住呢，她气呼呼站起来了。小英尴尬说自己做多了，故意先便当，引得一番哄堂。高冷会长脸都红了，幸亏如月答应吃他的。三色锦眼睛雪亮，他倒也不用着急，他打情侣杯都用上了，但杨木这新人让三色锦感到了压力山大。饭后，三色锦留下如月，看出如月对杨木越来越上道。三色锦想亲近如月，就借了最爱的书给他，想多聊聊共同话题。如月勉为其难答应了。放学，如月整理书包，穆向葵扑进怀里来了，确定四下无人才这么大胆。如月只觉得他无趣，青梅竹马也是没辙。晚上翻箱倒柜找书，书就是不见了。突然想到可能是撞的时候掉了，如月崩溃了，又跑去找，不愿辜负三色锦。锦蕾花主动帮忙找，如月觉得腿长有好处，两个热心肠听说找书，立刻就行动了，互相对视就开始找。2小时半后，两个消息送上门，书是找回来了，可惜在厕所里捡的。如月想不明白怎么回事，但真心感谢帮忙的二人。还有个更糟的消息，那就是这书价钱不菲，全是稀有沙漠制作。如月午休时急找兼职，学姐的便当也没心情理会，小英眼泪汪汪的样子。如月心思全在找工作上。岳向葵看不下去，直接抢过东西。杨木跳出来说如月可以去打工，推荐他去自家的炸鸡店，报酬还特别可观。如月感觉找到了救命稻草，少女内心既羞涩又喜悦。看他们俩亲昵的样子，小英泪如得更凶了。三色锦的忧伤在于如月不来图书馆了。如月愧疚地看着三色锦，有重要话要说。如月坦白书弄脏的事，他打工是为了赔新书。三色锦说不用那么做，他知道如月不是故意的，如月打工不如来陪他。三色锦宁愿放学后能有如月的陪伴，如月偏要赔本新书，那一本藏书也得读完，这是对三色锦的承诺。固执的如月让三色锦哭笑不得。杨木亲手给如月换上工装，开启他们的无限可能。这男人真是了不得。开学就有5个美少女倾慕，却孤独了2年半。戴眼镜的女孩超爱如月，如月心里明白，三色锦那绝美的眼睛后面，她也不急着做出选择，因为追求者太多了。比如工作时的调皮杨梦，还有她的青梅竹马小葵。小葵为了讨好如月，宁愿放弃重要的比赛训练。她口上说巧遇，如月一眼就看穿在撒谎。如月故意保持距离，让小葵专心比赛。她表面不在乎，聊天却忍不住提起那本藏书。如月突然紧张，草草找借口搪塞过去。穆向葵满脸疑惑，口说不在意，却像个宝贝那样真实，看他怎么都得问个清楚。如月随手递了点好处才拜托了。这书可是三色锦亲手给的，可三色锦更希望如月别光顾着书，希望他多陪陪自己。自从如月开始打工，一起的时光明显变少了，反倒是和杨木关系好上加好。更糟的是，杨木还装模作样安慰三色锦。如月晚上工作时不小心把东西泼到客人头上，中年大叔死活不放过如月，好像下秒就要吃了他似的。杨木跳出来替如月圆场，一顿免单加上衣服赔偿，这才解决了麻烦。如月郁闷到回想打工的点点滴滴，哪知三色锦早就在那儿等他。三色锦明白他今天挨骂得很惨，但还是趁他火大时说了实话，说出了如月打工的真正理由。周围人人都有目标努力，相比之下，如月显得平平无奇。打工还书不过是自欺欺人。三色锦那话刺到了如月的心坎里，他也迷茫，
不知下一步怎样，毕竟自感一事无成。少女柔声安慰着颓废的如月，面对着温柔少女，如月决绝地推开了她，冷言冷语让三色堇很受伤。看得少女背影离去，如月心里其实是有点后悔的。第二天图书室气氛怪异，一直暗恋如月的三色堇一句话都没和如月说。小葵问那本书看完没，如月只能敷衍了事。小桑却看穿了如月的心事，他满话里话外劝如月放下架子，去和三色堇和解。海上打工时，杨木特地让如月早点收工。路上，如月碰见了个陌生人，在陌生人开导下，如月终于肯放下面子。第二天就主动找三色堇说对不起。他说他得急着打工还那书，不是为了让自己爽。看如月一点点变成熟，三色堇内心挺欣慰。就这样，两人和好如初。如月努力不停后，终于赚了一大笔，他心里乐开了花，正打算去买那本心心念的书，突然小葵打来电话，说他多么想见如月一面，但如月急着买书，只好先拒了。他好不容易找到书店，如月才知道那本惦记好久的书刚被别人抢先买了。心情沮丧，如月就那么无目的走着，小葵突然出现在他前面，他二话没说，拿出了如月好久追的那本书。原来小葵早就看出来如月对这书的渴望，他不惜掏大价钱去买，他投入了时间和钱财，连本来买新书拍的钱都花进去了。少女对如月这份深情让如月既震惊又觉得愧疚。小葵以为如月该高兴才对，结果如月的反应出乎意料，因为他的付出，如月心里不是滋味。小葵竟然为了他错过了全国大赛，这使他接受不了。他希望他能把梦想放首位，而不是老想着他。面对如月的刻薄话，小葵感到很是失望和委屈。他为如月倾尽了心力，换来的却是这样的对待。他和如月的梦想同样重要，如月却认为自己不配他这么做。如月的话一下子让小葵哭出来，看着这少女这么伤心，如月这才明白自己的冷酷。他本是这么想，却没想到这么做会让他这么难受。如月后悔的不得了，而小葵也恍然大悟，他决定听如月的追望去，为了自己的梦想拼命努力。如月看着小葵重新振作，心里也安慰，他俩关系慢慢又回暖了。他明白跟青梅竹马的那份特殊，让他舍不得真的疏远小葵。不多久，全国网球赛就要开始了。如月带着伙伴们去给小葵加油，小葵手里那新球拍是如月送的呢。比赛休息时，小葵突然问如月有没有喜欢的人，如月的答案让周围人都警觉起来，可这回答实在最不经意间，引出了小葵的行动。他就那么当众亲了上去，把所有朋友都吓了一跳。如月原本以为一个女孩子就够头疼，和与金毛妹子在长椅上的那场偶遇，让她的生活大变样。缘分就是这样奇妙，爱情之路真是错综复杂。